去餐茶室吃饭啊，会叫水吗？最近在普冲啊，就有这样的一个不叫水风波。来讲一讲呢，并不是凑热点，最终呢要谈一谈自己碰到这样的事情会怎样去做，因为对自己来讲是一个学习，也是一个反思的机会。我想每个人也都有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先简单的梳理一下事情的事实，恐怕对很多人情绪的发泄之前，先冷静一下有帮助。事情呢发生在3月1日，一对夫妇带着小孩第一次到了那个餐茶室去点餐，餐室呢是写着不允许外带水和饮料，但客人呢没有看到，和店家询问之后呢也没有再点，但是当他们开始有喝自己的水的时候呢，店员呢就有过来阻止。按照客人的说法，当时的语气啊非常凶，那男主人就去和老板理论了，双方之间就起了一些冲突啊，好像老板要做出那副打人的样子，但最终呢没有发生什么。老板娘去劝的时候说不要和这种没钱的人争吵。这是发生在3月1日。那么我看从3月4号到5号呢，媒体上就有发表一些文章，媒体的标题啊突然就变成了不叫水的都是穷人啊！这时候呢，我要批评媒体，因为他们的逻辑没有学好。显然，有钱的人也可以不叫水啊。那这不符合老板当时说的不要和这种没钱的人争吵的原本的精神。事情在3月6号呢又有了转机，随着更多的网友啊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有包括说请他们去秀 CCTV， 有说哎呀海南的风格就是这样的，有说华人不要内斗的，也有呢对老板表达了强烈的想要去杯葛和去教他们做人的愿望。总之呢两位老板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先是在3月6号 Facebook 上的发表了一份文告啊，主要呢是说双方之间有礼貌的询问，在同意没有点餐之后，自己先是语气欠佳的让顾客停止喝水，并且起了一些冲突，希望得到大家的原谅，继续经营。不过呢，他也强调从来没说过不叫水的都是穷人这句话啊，这是从媒体报道到他们文告的重点，也在随后3月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变成了重申这句话的一个契机。你没有听错，那3月6日这天呢，我看啊这一对老板呢进行了一个记者发布会，叫上了一个亲友和3名律师，其中主要的职业律师秦祖斌呢，以前好像也代理过类似的案件。不过呢，这场新闻发布会啊，虽然有全程的开完，东方日报呢也反复说老板做出了各种澄清，不过网上是搜不到完整的，只有一个2分钟由东方日报剪辑的一个说明。我看呢，在这个简短的信息中啊，有较多的诉求。一方面呢，老板娘再次重申她从来没有讲过不叫水的都是穷人这句伤人的话，因此感到委屈。老板呢，对自己冲动之下说了客人你没脑的这样的一句话呢，表达歉意，希望把这句话给收回。同时呢，他们也不失强调啊，都是顾客2次过来理论，破口大骂，他才忍不住激动之下进行了回怼。而且呢，他们也强调他们的经营压力很大，每个月租金13000，开了3年，要雇10个小工，现在生意呢受到影响，又收到很多的骚扰电话。他们主要呢有3个诉求，第一个呢，澄清自己没有说过没带水的都是穷人这样的话。第二呢，想要对网络暴力啊进行控诉，如果再有犯呢，律师就会提起控诉。第三呢，他们表达已经找出当时的发帖的源头进行了删除，我在网上呢也确实看不到源头的文件了。好，我们对当时场地的情况呢再进行一下梳理。那个场地呢确实到处都有张贴 No outside food or drink。还有意思的事实呢，如果你去看 Google 的 review
1年前、几个月前都有差不多的1星的 review， 那些凡是很差评价呢，基本上都是对老板或者老板娘的态度、语气或者是行为上的冲动做出了类似的一样的矛盾，问题都发生在饮料这个关键词上。那这个新闻发布会这么多的诉求，看起来呢还是达到了它的效果。最近在网络上对此的探讨就变少了，媒体呢也开始不发声了。显然老板的文告和记者招待会以及顾客的说法呢不完全一致。可以看到的共性呢是老板确实说了你没脑的吗，并且他要收回这句话，顾客也提到了这个事实。那到底是谁先不开心的引起了整个矛盾呢？好像从文告中和顾客的描述确实可以推断出来，是老板先语气欠佳的和顾客沟通，导致顾客生气，矛盾才会升级的。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一点并没有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看到，自然呢顾客也没有提及他自己做的有些什么不对的，事情好像就这么收场了。我不禁要思考的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会怎么做？如果我就是这个老板，那我开的店碰到顾客的投诉，会怎么样做？我想这个角度还是可以讨论一下，它也代表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反思，对自己算是一种鞭笞吧。首先呢，我要考虑的是，我到底要不要做出改变？这很关键因为如果不需要做出改变的话呢，我也可以像老板现在这样强调虽然有说错的话，但是呢自己有自己的苦衷，顾客还有一堆的不对，我们呢希望从饮料中获取利润，这个想法没有错，我应该不会做出太大的改变，只要不要在言语和行动上真的去打架或者冒犯别人，不然呢自然会有警察介入。看起来这也不是太大的一件事情，不就是要遵守店规吗？那不爱的顾客自然就不会再来，我不需要做出改变就好了。况且态度不好的餐馆档口我也不是没去过。像我在吉隆坡有一家非常喜欢的猪肉粉，老板态度就不怎么样，挺凶的，还是跟我们说你来吉隆坡干嘛？槟城好你们这个来错地方了，中国来干嘛？我们还是会贱兮兮的经常要跑去吃，因为人家东西做得好吃嘛但如果我想要做出改变，也就是意味着好像我这态度觉得支撑不下去了，我必须呢要改善自己的话，我就要做一系列的动作了。首先呢，我怕是不会太过强调自己的难处是什么，顾客有什么不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进行真诚的道歉，强调具体的哪些行为不对，未来会怎么样去做，希望取得顾客的原谅。这么做呢，是因为我是提供服务和产品的这一方，我希望从顾客的口袋里把钱掏过来，那要改变的自然是我。顾客他会用脚投票，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嘛。那当你足够的心胸宽广，把道歉先抛到桌面上，别人自然也没有话说，网友也不会有太多负面的言论了。同时呢，通过道歉，我想可以达到和自己和解，和当时的客人和解，和网友也有一个和解，说不定和自己的过去能够有一个和解，重新开始嘛。毕竟道歉的背后呢，是一种谦虚的态度通过这种态度有助于自己进行一些反思。我真的有在考虑换位而言，如果我开这家餐馆，难免面对这么多的客人容易脾气暴躁，那进行道歉之后呢，我的反思就会变成这件事情的关键。恐怕我首先要反思为什么我自己会有比较大的火气呢？是工作的压力太大了，我该调整自己或者放松一下。第二呢，我也会考虑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一看到顾客自己带水就会神经紧张，条件反射的要求顾客呢去点水。很简单，如我自己之前所说的一样，我赚钱不容易，档口的费用很高，工人很多，压力很大。我希望呢，顾客通过点水给我带来更多的利润，我所有的利润呢都从这些茶水中出。我就会想，
我要赚取更多的利润，那除了卖水，我就不能做些其他的什么事情吗？我可以像有些档口一样卖更多的杂饭啊，我可以推出一些小礼品啊，让别人顺手带走，这都是提高了自己的利润率。同时呢，我也会想，顾客他不想点水，有没有顾客的道理呢？别人并不是无理取闹或者不尊重我在边开餐馆的规矩和所谓的叫水文化，有没有可能他有比较高的血糖或者有糖尿病，并不适合饮用高热量的饮料？有没有可能别人对健身健康有比较高的诉求，或者呢最近在进行一些健康的饮食，就是希望喝水或者喝更好喝的东西？那他不愿意叫水，是不是可以留下更加便宜的一些叫水费？这样是双赢的，他付的比较少，我呢除去成本，也只要他给我再贡献一点就行了。或者更聪明一点，我得想想看，我能不能推出更好喝的饮料啊？顾客一定有他的道理。现在通胀把价格起得这么高，点几块钱的食物再加上几块钱的水，压力顾客也是有的。我是否可以推出那些好喝的、健康的这个方向的东西？那顾客会觉得，你这个即便我不来吃东西，我都想点你的水。这个说简单，但我自己呢就是在这么进行反思呢。我自己进行道歉呢，我也会思考，既要开源也要节流。10个小工是否有点多？他们的工作有没有重复？他们的工作效率能否进一步提高？我档口的组合是否可以更加优化？所谓开一个茶室嘛，档口老板给你的钱说全部 cover 掉你的成本，我也是不信的，可能顶多只是把房租给 cover 掉。那我自己要赚钱，最关键的是人潮，把服务做好，把基础的冷气打好，卫生弄好，那么顾客才会多。顾客多是一切的关键，档口老板来得多，来的质量好，我可以向他们收更多的钱，我自己呢从茶水中赚到的利润自然也会变得更高。你看，在这个过程中，服务好像真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我自己怕是没有牛到我不需要提供很好的服务，我的产品足以让顾客没有选择的屁颠的要来，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那我还是提高服务，我还是让人潮变多。所以别人我管不到，也真的不敢说，毕竟人家都叫了律师了嘛。我只是说，如果我自己碰到这样的情况，我真的需要认真的道歉，进行反思。因为这样的道歉其实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拥有这样的机会，我才能够有去改善自己服务的可能。而我每天如果以怨气面对客户，相信自己和家人和小孩相处也不会太开心。这么看起来，谁说我不让他叫水这个说法不对，误解了我的意思，那我就不让他说话。网络上谁来骂我，我就告诉他，你该停止你们的行为，那个思路有些狭窄，通过道歉好像能够打开进一步的思路。不过说回来，我们可能也多虑了。我看了一下 Facebook， 最近这家店的生意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说明老板不需要改变，他的产品可能是非常好的，我们也恭喜老板。最后呢，作为各位顾客，你会不会带水？你是怎么考虑的？有些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我们一起讨论讨论我们也一起动动商业的脑筋。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和我闲聊，拜拜。